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一起探索未解之謎。很多人都说小朋友是从天上下来的小天使，有些孩子还会说啊，媽媽就是我们自己選的，在天上的時候我就特別喜歡你，所以才決定來做你的孩子。有的小天使還會說，我真的好喜歡媽媽呀，還沒來之前就迫不及待的想讓你知道我要來了。媽媽，你有沒有在夢裡見到過我？這個時候呢，很多媽媽都會說，哦，對，我見到你了，只是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那是你。這就是胎夢。不少寶媽都覺得胎夢真的是挺準的。夢到太陽，據說是生男孩的徵兆。如果夢裡要是把太陽吞進了肚子，傳說這孩子將來可能會很有出息。夢到月亮通常是生女孩的預兆，如果月亮又大又圓，據說女孩長大之後會很漂亮。夢到龍算是好兆頭了，清楚地看到龍頭，嘴裡含着龍珠，多半是一個帥氣男孩，而看到龍尾巴可能會是個女孩。如果龍頭龍尾都看到了，說不定就是龍鳳胎。夢見菜園子裡面有黃瓜呀、辣椒啊、玉米啊、紅薯啊，據說就是生男孩的徵兆。夢見滿園鮮花，基本就是女孩了。如果站在花叢當中，女孩可能會特別可愛。如果還有櫻桃或者是蘋果，女孩不僅可愛，還會很漂亮。這些呢都是網上流傳的胎夢說法，挺有意思的。其實啊，胎夢的講究不是現在才有的，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詩經裡邊有首詩叫《思干》，提到說宮裡女子夢見了熊和蛇，解夢的人說熊代表男孩，蛇代表女孩。後來夢熊之喜還成為了祝賀生男孩的成語。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壓力大的職場人、備考學子、重體力勞動者、年邁體弱者、癌症腫瘤還有糖尿病患者、手術後體虛者、記憶力減退者、脫髮者、更年期婦女、長期亞健康狀況者。如果你也想擁有健康的身體，要給自己多一份保養，那麼從乾淨無污染的環境中手工挑選和精選制作的普瑞堂選寶黑參原參會是最好的選擇。被譽為百草之王，普瑞堂選寶黑參去除了紅參的燥火性，人體吸收率是紅參的6倍，含有34種人參藻帶，遠高於西洋參。成人吃的話，一天不要超過1根，15歲以下的兒童減半就好。它是我的好夥伴，輕鬆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選寶黑參的農場主說，選寶黑參是他用靈魂製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廠商說，只要購買500美元，就會獲得1根選寶黑參。購買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獲得全球免郵寄，趕快行動吧！釋迦牟尼的母親摩耶夫人在懷孕的時候，夢見有一隻白象鑽進她的肚子。老子的母親則是夢見一位老人騎着白鹿來到她的面前。孔子的母親顏徵在胎夢裡就更特別了，她夢見出現了一隻麒麟，嘴裡叼着一份御書，御書上寫着水晶之子，繼哀周而速亡。意思是說呢，他肚子裡的孩子是水神的兒子，周朝气數將盡，這孩子會成為一位速王，也就是民間的王者。後來孔子的儒家思想果然是影響着中國2000年，被尊為萬世師表。再說孟子，孟母的胎夢也很有趣，他夢見一位大神仙從泰山駕着祥雲而來，他正看得出神呢，雲彩突然掉了一片，砸中了他的頭，他一下子驚醒。孟子在這個時候就出生了。那一晚，鄰居們都說看到了五彩祥雲籠罩在孟家上空，覺得這孩子肯定不簡單。到了漢朝，說到最厲害的皇帝，當然是漢武帝劉徹。劉徹的父母都做過胎夢。順便說一句這胎夢不一定是媽媽才能做，家裡的其他親人也有可能夢到，就看小寶寶想跟誰聊天了。
劉徹的母親王夫人在懷孕的時候，夢見太陽撲進了她的懷裡。父親漢景帝則夢到一條紅龍從雲中飛出來，來到了王夫人住的崇芳閣。景帝驚醒之後，趕到崇芳閣一看，天上還真是有一條紅龍，盤旋了好久才離開。景帝趕緊找來高人姚翁解夢。姚翁說：“這是大吉之兆啊，崇芳閣會出生一位明君，將平定北方異族，讓國家繁榮昌盛。”景帝就把這話記在心裡了。劉徹果然是聰明過人，景帝越看越喜歡，7歲就立他為太子。9年之後，16歲的劉徹登基，開啟了54年的漢武盛世。在中國歷史上，能跟漢武帝比肩的，除了秦始皇，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了。李世民出生的時候啊，父親李淵還只是個地方官，但他出生那一天，屋頂上居然有2條龍盤旋了3天才離開。龍可是帝王的象徵。李淵心裡犯嘀咕，這孩子不簡單吶。果然，李世民4歲的時候，有一位会看相的書生來訪，他先是誇李淵貴氣，然後就說他的2兒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近20必能濟世安民。於是李淵就按濟世安民給兒子取名為世民。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那年李世民正好20歲，正應了書生的預言。不過，唐朝最有名的胎夢還是來自民間，是大詩人李白的。李白的母親啊，在一個黃昏夢見了太白金星入懷了，後來就生下李白。父親給他取名為白，字太白。李白長大之後寫詩，特別愛寫星空，比如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為什麼月亮讓他思鄉呢？他的故鄉是在天上還是地下呢？還有《短歌行》裡有一句：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用北斗7星來盛酒，跟天上的龍喝酒，誰能有這樣天馬行空的想象？難怪人們都說李白是太白金星轉世啊，就給他封了一個詩仙的稱號。到了宋朝，皇帝們好像沒什麼特別的，但大臣們卻因為忠義名揚天下，尤其是岳飛和文天祥，這2個人的胎夢也很特別。岳飛出生的時候啊，他的母親就夢見一隻大鵬鳥停在屋頂上。大鵬鳥在佛經當中是金翅鳥，是護法神，專降惡龍。岳飛的父親岳和覺得這是寓意志向遠大吧，就給他取名為飛，字鵬舉。岳飛長大之後果然志向高遠，戰功赫赫，可惜被秦桧陷害，冤死在了風波亭。不過老百姓沒有忘記他，給他建廟塑像，說他是大鵬金翅明王轉世。而文天祥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夢見了一個小嬰兒，腳踩紫雲飄過來，於是給他取名為雲孫，字天祥。文天祥後來進京考試，一路過關斬將。宋理宗親自面試，看到他的名字很高興，說：“天之祥乃宋之銳也。”不知是名字加分了，還是文章寫得好，理宗當場就點他為狀元。考官王應麟憑他的文章說：“忠肝如鐵石。”沒想到27年之後，文天祥用生命詮釋了這句話。南宋滅亡之後，他被元軍俘虜，元世祖忽必烈勸降3年，他卻說只求一死，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話。800年之後讀起來還是讓人震撼呢。再看大明，有2個胎夢必須提，一個是朱元璋的，一個是王陽明的。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在懷他的時候就夢見一個大神仙在他手心裡放了一顆閃閃發光的小藥丸，他一口吞下去，醒來之後滿嘴生香。朱元璋出生那天晚上，屋裡屋外全是紅光，鄰居還以為是失火了，跑過來一看，才發現只是多了一個小嬰兒。
王陽明精通儒釋道三教，他創的陽明學影響了整個東亞。他的出生也有一段神奇的故事。王陽明的母親懷了他14個月都還沒生，家裡人急得不行。有一天啊，他奶奶就夢見一個神仙從雲裡送來一個小嬰兒，醒來的時候，王陽明就出生了。祖父王倫樂壞了，給他取名為雲，寓意是神仙送子嘛，從雲裡來的。可是5歲了，小王雲還不會說話，家裡人又開始發愁。後來來了一個怪人，說能治孩子，然後呢就摸着他的頭，說：“好個孩兒，可惜一語道破。”然後就走了。王倫啊琢磨半天，覺得或許是雲這個名字可能是洩露了天機，於是給他改名為守仁。說來也怪，改名之後，這孩子立馬就會說話了，還聰明得不得了，學什麼都快。長大之後學問好，會打仗，官至兵部尚書，真的是個全才。再說大清，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母親夢見了一隻雪白金爪的神鷹撲進了他的懷裡。鷹在滿族文化中是神鳥，象徵不凡，所以努爾哈赤從出生就注定不一般。順治皇帝出生前一夜，他的母親孝莊文皇後夢見了一位天神，抱着個孩子送給他，說這是統一天下的王。後來清軍入關，統一天下，真的是在順治手上就實現了。說完這些帝王將相的胎夢，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身邊的一些準媽媽她們所做的胎夢，她們夢到了什麼，到底準不準呢？寶媽 A 呀，在懷老大的時候夢到了一條紅色的龍盤旋在空中，結果生了一個女兒，屬龍。懷老二的時候夢見天空中出現了觀音菩薩，她趕緊跪下。菩薩從空中拋了一個小孩給他，抱進屋一看是個男孩，結果他還真的生了一個男孩。寶媽說：“感恩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讓我兒女雙全。”寶媽 B 在懷孕之前做了2次夢，都夢到了同一個小姑娘。第一次啊，小姑娘一直追着她要跟她玩，她說：“阿姨忙，下次吧。”小姑娘就只好走了。過了一段時間，小姑娘又來了。這一次，她陪她玩了好一會兒。小姑娘走的時候，問下次能不能再一起玩。她說好。小姑娘很高興的就走了。做完這個夢之後，她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後來生了一個女孩。女孩2歲的時候，她發現女兒的臉跟夢中的那個小姑娘一模一樣。寶媽 B 說，在上天賜給我一個寶貝女兒之前，竟然已經在夢裡跟她見過2次面了，好感恩有緣吶。寶媽 C 夢到世界末日，地球爆炸了，大家都是忙着逃命呢。她和先生也是帶着2家老人一起跑。忽然背後有一個細小的聲音說：“你忘了帶上我。”她在夢中非常努力地想，還有誰呀？可是就是想不起來有誰。之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生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娃娃。孩子很粘人，走到哪兒都要跟着媽媽。她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也要去，你忘了帶上我了。”所以說大家看這胎夢準不準？寶媽 D 夢到了一座果園，她在那兒摘蘋果，挑了一個最好的摘下了。可是走到半路又看見更好的了，她想了想，對自己說：“算了，就它了，不換了。”那個時候啊，她正在懷孕期間，先是出現了先兆性流產的徵兆，但最後孩子還是保住了。寶媽 E 的故事呢，是台大婦產科名醫施景忠分享的。寶媽 E 啊，在夢中就看到一個小女孩蹲在一個像是隧道口的地方，後面黑乎乎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她感覺她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孩子蹲在地上哭，哭得很傷心。她當下就動了惻隱之心，就把她帶回家了。可她已經有2個女兒了。
他把小女孩帶回家之後，發現自己忙到沒有辦法照顧好原先的2個女兒，就產生了一個念頭：我要不要把她送回隧道？就這麼一想，他從夢中忽然驚醒。可這個夢境實在太過真實，一切都是歷歷在目，他都有點被嚇到了。不久之後，寶媽一發現自己懷孕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夢中有過一念，不太想要這個孩子。後來她生下了一個肺部發育不太好的氧氣寶寶，需要接受氧气治療。還好寶寶很堅強，順利長大了。詩景中說，後來發生的事情一如夢中的縮影。夢中他為什麼會在黑暗的洞口等着媽媽來帶他？除了多世情牽的緣分，我想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相信未來在爸媽的呵護下，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人生等着他吧。寶媽 F 在懷孕的時候夢到了一個長得像櫻桃小丸子的小女孩，跑過來很親昵地抱着她，一直叫她媽媽。可是她覺得自己太年輕，就在想是不是要把孩子拿掉。結果那天晚上，她就夢到過世的哥哥站在一個白色的車站前，手裡抱着那個小女孩。孩子淚汪汪地說：“為什麼你不要我了？”她也哭了，哭着跟他解釋。小女孩好像聽懂了，雙手抹了一下眼淚，笑着說：“我知道了，你要把我接回來哦。”然後他們就消失了。後來她去診所照超聲波做檢查，醫生突然說胚胎已經萎縮了，自己萎縮了，1個星期之後會自然排出。她以為自己要小產，覺得應該給自己補補身子，在接下來的1周中就吃得很好。去醫院回診的前一天，她又夢到那個小女孩，手裡還牽着一個弟弟，說：“媽媽，我又回來了，我好想你呀。”她就開始跟2個孩子一起玩。而回診那天，醫生檢查完說，孩子已經有心跳了，還是生下來吧。後來她就和先生有了一個貼心的小棉襖。寶媽 G 跟寶媽 F 一樣，也有一個差點錯過緣分的貼心小棉襖。9年前的某一天晚上，她夢到一個小孩坐到身邊，一直叫她媽媽。結果第2天早上，先生起床，莫名其妙的就問了她一句：“你會不會懷孕了？”她聽得一頭霧水，為什麼呀？先生說：“因為我昨天晚上夢到一個小男孩，一直叫你媽媽。”她忽然全身發毛，你也看到他了？後來他們一檢查，還真是懷孕了。那個夢中的小男孩就是她的大兒子。過了幾年，她又懷孕了，不過這一次她就沒再夢見什麼。當時只有3歲的兒子鐵口直斷是個妹妹。他們就問這個兒子說：“你怎麼知道的？”因為只有3歲嘛，他也不知道怎麼說，就說反正我就是知道。寶媽 G 就想既然孩子不進大人的夢，那可能就是進了哥哥的夢吧，告訴哥哥他要來了。後來呢，女兒出生了，就特別愛哥哥，只有看到哥哥才會咯咯大笑。孩子的眼神永遠追着哥哥跑，去到哪兒都只是黏着哥哥。大哭的時候，也只有哥哥才可以哄得住她。但是女兒呢，跟媽媽就沒那麼親近了。寶媽 G 就想，或許女兒只是想做兒子的妹妹，才來投胎做他們的女兒的，所以才會只跟着哥哥親近。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有一天呢，她正在哄着女兒睡覺，忽然女兒就在迷迷糊糊當中講出了一番讓她十分震驚的話：“雖然我知道你現在很愛我，但是我在你肚子裡的時候，一直以為你會把我丟掉。我在你肚子裡的時候，覺得你不喜歡我。”一聽這話，寶媽 G 的眼淚一下就流下來了。寶媽媽中間一直流傳着胎內記憶的說法，就是寶寶們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已經有意識了，他們能記住外界發生的事情，他們甚至還能說出來投胎之前發生的事情。寶媽 G 一直相信胎內記憶是真實存在的，但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的女兒身上。而女兒記得呢？沒錯，在懷着她的時候，她的確不喜歡她。那個時候，她在公司剛剛站穩腳跟，想好好的拼一下業務。
結果女兒來了，她的計劃全被打亂了。她就不停地跟先生抱怨說：“我不要他，我不喜歡他，我覺得我沒辦法愛他。”她甚至還對肚子裡的孩子說：“你就是故意來找我麻煩的，你就是想拖累我，跟我作對而已。”為了這個，她媽媽還狠狠地教訓了她一頓，說寶寶會感受到她的怨念。可是她一點都沒聽進去，還是一直不停在抱怨。一想到那些不堪入耳的話，女兒都聽見了，她心裡覺得好內疚啊，好難受啊。世界哪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呢？所以她就把自己的這段真實經歷分享出來，希望別的準媽媽們能夠吸取她的教訓。好了，胎夢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兒。如果大家想听更多關於胎夢或者說胎內記憶的故事，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您和家中的小寶寶如果有什麼神奇的經歷故事，也別忘了留言和大家分享。未解之謎，我是扶搖，我們下次見。